嗨，大家好，我是 DJ 汉堡。那这一期视频带大家探索一下重庆主城九龙坡区，也就是坡区的区中心杨家坪谢家湾啊。那九龙坡区，尤其是这个杨家坪谢家湾，也是重庆非常老的一个城市中心啊。在这个解放以后，就发展的非常不错了。其实，那么这个区域呢，也是让我在探索整个重庆主城过程中，挺让我震惊的一个商圈，就是说。杨家坪感觉非常老，但它在它几步或者几百米之遥，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万象城啊。而它两个区域连接在了一起，同时呢，这次我拍摄了一个最近很火很红的叫民主村，也是在九龙坡区，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我是一口气儿连贯的拍完的，直接我是从谢家湾走到杨家坪，然后正好路过这个民主村，一条路线就给全逛完了。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还是重庆2号线的这个街景啊。我呢先坐一公交从画廊桥坐到这个李子坝。李子坝呢它的火也是因为这个重庆2号线，但是在这期视频其实我也说了，我觉得其实杨家坪谢家湾它整个商圈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区块就被2号线这么横穿过去了。其实应该弄成一个更网红的地方，是吧？就是更多吸引游客流量的地方，可惜但并不是啊。杨家坪谢家湾还是一个比较本地人的一个社区。然后还是那句话，你来重庆一定要坐一下这个重庆最早的单轨、最早的轨道交通，就是2号线。你白天坐一次，晚上坐一次，从起点到终点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如果你赶上这个什么雾气啊或者雨天，那它就是最好的坐2号线的时机啊，因为它完整。就看现在我给大家拍的，它从它这个两江四岸地区，然后的包括杨家坪，两江四岸地区更多看的是这个重庆比较国际夜景，它因为正对的是江北嘛，比较国际夜景的感觉。然后呢，穿过大坪，就是过榆中这山以后，往南到杨家坪谢家湾以后，我拍这个地方呢，你能更贴近的看九龙坡区中心人民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就会拉得更近。然后再往南开，就是过大渡口，过这个巴南榆洞那边了。那榆洞我拍了，具体那个街景可以看看我前几期视频拍的东西啊。所以 OK，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看这次我第一视角探索的过程吧。其实我也好久没来了，但这个地方呢，的确是我第一次旅居的时候，我找酒店是住在这块儿，反正印象挺深的吧。就可能我标题会写啊，就是我觉得有些地方它是非常像香港的，路很窄啊，然后堵车呀，然后非常热闹，非常繁华，然后也是挺本地人的一个社区。OK， 那现在就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汉堡。那这一期来给大家看一下重庆九龙坡区这个坡区的区中心啊。然后我这个谢家湾和杨家坪这两个地方就一块儿拍摄了，离得不远。我从谢家湾走到杨家坪，然后这个谢家湾这块有个万象城啊，弄得还挺大的，也挺奢侈的、奢华的。然后这边还有个苹果店，我还来修过手机。就是这块感觉还是看得比较舒服的，比较现代啊，整个这个区域。然后里面这些商业呢也是比较全，我大概逛了一下，奢侈品什么的也都有。但是它这个应该以前也是个老地方啊，应该他们这块也算以前这个九龙坡区中心吧，因为九龙坡也挺大的啊。你看这块也有很多老房子，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是稍微新一点的，你看里头，对吧？这种类似于老破小的感觉啊。然后这边好像也是九龙坡什么杨家坪小学吧，也是个比较好的学区啊，据说是，具体的不太清楚了啊。然后大家看这条路一直往东，就是到那个有江的方向啊。其实这个地方离我拍的这个九龙坡的电厂，你要说直线距离其实不太远啊，但是其实挺不一样的。这块明显开发很早就开发了，而且它有它的这个界面的更新啊。然后呢，这个区域啊，我观察几次啊，这个年轻人还是挺多的，因为这边有比较适合年轻人约会的地方，然后也比较雅一点啊。因为大家也看了我拍的重庆那么多的商圈，那么多地方，很多地儿就很糙，大家知道啊。然后你看这个楼，我手指这个楼啊，就像一个2号线来了，就它这个就像一个老厂房，但具体干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看它那门口写的应该是，好像是保卫祖国军队的还是什么地儿啊，具体不清楚。但你明显一看就是老的建筑啊。然后简单来说说我来九龙坡这几次啊，主要其实最早那一次就是我第一次来旅居的时候，因为我要先找一个酒店嘛，我就住在这个杨家坪环岛那儿，特别有印象。那个酒店隔音巨他妈差啊，然后我就一晚上几乎就没怎么睡着。
然后杨家坪应该叫杨家坪环岛啊，应该是有看能不能过去看一眼。那块儿它那个就公交车、汽车啊巨吵，而那会儿还是前年吧，它那个公交车还全是那种油车呢，就是重庆公交车好多是光吼不走那种感觉啊，它这坡巨响啊，这有个印象特别深。其实这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比李子坝要弄成网红更容易网红啊，这个整体的感觉多好，对不对？这儿弄一个什么网红点的商圈，其实可以接游客的，但是貌似游客一般不往这儿来啊。就是在这个地区呢，肯定是这个九龙坡人民的这个中心，但是呢，在游客的知名度上还没有这个黄觉坪、这个涂鸦街知名呢。就大家游客，比如说，在我20年的时候，我还是游客来重庆玩的时候，就杨家坪什么我都不清楚，我只知道杨家坪坐公交车要去这个黄觉坪这个涂鸦街啊，所以说这块儿就是对于游客知名度来说就是不高啊。但你说游客的话，好像的确没什么可看的，除了看这个2号线。这个2号线已经被李子坝抢了这个热度了，再看就除非像这种比较喜欢探索城市的人，可能会坐2号线坐着玩玩。反正这个区域呢，整体设计的感觉呢，我觉得是重庆啊少数不多的这个比较稍微精致点商圈啊。重庆我觉得它城市范围内华龙桥那个不错，然后观音桥一般啊，但那个北城天街还凑合。然后就是这个万象城，你看它这个设计还挺好看的，就是有点那个一线城市、国际城市的感觉啊，不然真的重庆很多商圈太糙了，真的。像我拍的商业坝就是，然后呢，但是呢，很快我就会拍它老的地方，因为杨家坪那边就属于老的地方了。然后一会儿我要去看一下这个重庆九龙坡这个民主村。哎，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弄网红，可比李子坝弄网红成功太多了啊，成功太多了。而这个地方当时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看这2号线其实挺震撼的。你看，有辆车就是其实非常近啊，看到没有？它这个高度非常近，离你非常近，然后就从你这个身边过去了。2号线大家一定要来坐啊，这个你来玩的话，你就从解放碑一直坐到榆洞，白天坐一次，晚上坐一次，白天坐过去，晚上坐回来。其实挺好的啊，你看这边有很多奢侈品啊，看起来不错。然后好像这边也有酒吧吧，我上次转了一圈，白天看的有那种类似于 club 那种，反正有。反正它这个感觉是2号线给它割开了，你看啊，就这一片感觉就比较新，但是这个对过呢，你看就是稍微老一点的楼啊。我估计这个万象城这边楼都给拆迁了，不知道可以拆到多少钱。说到刚才和这个九龙坡区中心的这个故事啊，其实也不算故事了。第一次对吧？说了是这个旅游，来这儿转车。第2次是旅居，第1次旅居过来，然后呢，我在这儿住酒店，所以对这边印象也挺深刻的啊。但这边明显呢，大家可以感觉到，又和这个我拍这些区的风格不一样了啊。你看我这儿往这边拐的时候，这块就有很多这种小餐馆了。但是它这边整体啊，应该都是改造过，因为这个应该是这个地方叫民主村啊。你看是民主村啊，这个不是咱们的这个咱们国家的一哥不是来这边了吗？好像是这个地方啊，所以它整个就是有改造。但是在前年，因为当时我住那个酒店不在这附近嘛，然后我就来这儿吃饭，我当时觉得说我操，这地儿怎么弄得这么好，感觉就是突然在一众这个老破小那个状态下，然后突然弄得那么精致，所以说后来才知道这个。对吧？有人来啊，领导要来，对吧？所以你看这边弄的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咱们现在来这儿附近转转啊，其实这个区域还真不是说因为这个领导来了我要拍。其实当时，我来旅居住酒店在这附近的时候，我就想以后我来这儿拍一期啊。这是刚才我来的轨道方向，然后现在我进来了，进来就感觉安静一些。然后你看这有老房子，你看这个老房子就跟平常在重庆主城看的老房子差不多了。但这块已经被它这个万象城是吧？对，这是万象城啊，给占了，有点像北京的三里屯就跟那个三里屯不是以前都是老楼吗？然后后来什么那个 SOHO 啊，然后太古里也来了，就是你感觉那个老板楼和这个新商业区混合的感觉了啊，就是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也是这个感觉啊，就是说整体的这种形式结合形式。啊，你看这儿写了一个，这叫民主村，
然后这边有咖啡，还有火锅的味道啊。这块刚才一直能闻到这个饭味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转向啊？我现在这个方向应该是往北，对，就是我从大坪来那个方向。然后等于说现在我走到万象城的它的万象城它的东边了啊，东侧。然后现在咱们来看一看那个民主村啊。然后这个新的区域我就不看了啊，这就还是那个万象城。然后反正挺有意思的，你看这块就特别像那个华龙桥啊，我住那华龙桥，就是各方面你看它那个设施啊、餐厅啊，包括这种规模，感觉还都弄得挺不错的，有点那个有点意思啊。我觉得这个弄得有点意思。你看这块商圈也没有那种大喇叭，就是那种外放那些什么广告之类的。唯一这个外放喇叭就是这个叫号的声音啊，在北京也是这个样子。它你外放喇叭只有可能是这叫号，什么 B10、B11、A10、A11的那种声音，所以弄得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咱们来看看民主村，但是这个地方呢，我这个地方一次都没来过啊，可能当时只走了个边缘。当时咱们这个领导没来之前，我只走了个边缘，那会儿我也不知道啊，对吧？他也不可能通知我呀。但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 buff 要拉满了，因为这种领导来过的地方，一般来说都不会差，不会变差啊。你看这个明显底商它的这个标识啊什么的，它弄的是比较网红的感觉。你看它这个和这个老旧居民区结合的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咱们往里走走看。这个给我的感觉呢，有点像这种在重庆老城区，比如说渝中江北南岸这附近的这种特别有烟火气的这种底商的规范版本，懂意思吗？规范版本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标牌啊，然后路面的设计啊，然后它那个，比如你看它每个居民区的门洞，这明显都是设计过的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给大家看看啊，反正这块应该都是设计过的。它这个路面的标识、路牌指引，然后我估计你看这个它这个，比如说劳动2村13栋，你看它这都是调整过的。来到它这个广场，它的这个楼还是老破小楼，我不知道它以前是什么样子啊。以前可能就跟这些重庆老居民区是一样的，我也拍过很多老居民区，大家也看过。但是你看它这个，比如说楼的上面，它这些灯啊，只有这个渝中江北两江四岸地区才有这种，看到没有？上面这灯，这景观照明啊。一般来说，九龙坡、沙坪坝这些区域是没有的啊，但是你看都安上了。然后你看这边有很多这种连锁餐饮入驻了啊。怎么说呢？大家当一个这个商业区看了，但它的确是一个老旧居民区。你可以，我主观臆断一下啊，可以理解为这个解放碑商圈的特区版啊。就因为各种原因，单独画了一个圈出来，把这块给选上了。你看这弄得非常五光十色的，这个对于附近的居民，我觉得重大利好啊，因为你可以在这做生意什么的，这人流量会翻很多很多，对吧？如果你在这做生意，哪怕你是开一个便利店，那生意都会增长很多，对吧？这个已经看不到这个老社区的样子了。反正因为我其实有印象的，我在22年末吧，来过这块一趟。22年末来过这一趟，那当时就是只是感觉它规范治理了一下，但没有像弄得这么规范啊。它这也不算纯网红，就是规范，就2个字，给我感觉就是规范。你看所有招牌不是说那种乱七八糟的招牌，知道吧？然后整个它居民楼的门洞、它的门牌、路牌也是全部重新设计了。你看，包括它挂的灯笼，所以大家能明白我意思吧？如果你是旅游的话，来这吃个饭，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看，它也有这个老社区的这种热闹的程度，它明显是精致了很多啊。重庆就应该按这个商圈的模式来改他们老社区啊。你看这个商圈明显就不糙。民主村我大体就穿梭了一遍啊，大家整体也看了这个规模了。然后最牛逼的是，这儿接了一个天街，这么多商圈又接了一个天街。我现在要出去啊，我要去杨家坪那个老地方，
那么这个路的右边，公交车右边就是刚才民主村那个位置。那么说现在我通过这个地下通道，哎，我上来了啊。客观说这个地区变化，就1年啊，这变化太大了，这个有点认不出来了。以前觉得这个地方是挺老的，就是它很热闹也很繁华，但它是很老的。但你看现在它这些规模，就是它这个感觉啊，北京烟火气虽然没有拉那么满那么高啊，但是北京商圈这个规范程度以及精致度，在这个商圈是能看见的，是可以的。现在我要去这个杨家坪环岛啊，就是杨家坪那个中心有轨道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大家平常说夜景儿，咱们叫小香港，很久以前的名字啊，重庆。但是就是内部的细节特别像香港，我觉得就是这个九龙坡杨家坪这块儿，你看它这个堵车的感觉，以及它这个道路的这个窄，你知道吧？香港的路就特别窄，然后说乱吧，它也不是乱的感觉啊，就是挺热闹。这边都堵死了，需要交警来指挥。然后这边警察就因为有点像香港的感觉啊。当然香港比路还窄，然后也是这种很多这种店，我拍过香港对吧？大家也能理解这个感觉。这是少数的比较像香港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我觉得人气还是相当可以的。这边的餐厅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每家都是这种爆满的感觉啊，而且大部分都是这种本地的居民。你看这是吃什么的？无限烤肉。哎，这个是不是抖音然后一个挺网红然后跳舞的那个呀？不知道啊，走过去了啊。你看这都排队非常猛，这个店。这是韩式烤肉啊，给大家看一下排队的人群。看看，这应该是这条街排队人最多的。这叫什么饮珍珠？我不是刻意要说这个店啊，因为我抖音上的确刷到过这个，就是而且动不动一开屏就有推荐，就是仨女孩跳舞嘛，这样。然后他们老板好像也挺年轻的，也是创业的。然后因为快到环岛了啊，这就是这个杨家坪的老区域啊。随着杨家坪谢家湾这两个组团也确实比较 bug， 你知道吧？这边过来呢，就能看到重庆的新线18号线啊。一会儿我回家就坐这个车啊。我刚才过来是坐2号线来的。然后为什么今天人多呢？也必须给大家说明一下，今天是周五啊，周五的8点45，正是热闹时候。重庆夜生活大家也知道，所以大家我还是每个视频尽量给大家说一下时间啊，大家方便做点参考，对吧？要不有的商圈我是工作日拍的，有商圈是周日拍的，对吧？那也不太公平。这边就是重庆老商圈的感觉了，有种摆摊的这种老式的风格，所以说非常有意思啊。这块不说老区呢，你看这广场舞大喇叭要开始了啊。然后特别好奇啊，他这边的警察竟然是上街巡逻的。咱们大陆警察一般是不上街巡逻的。好像这个就是它轨道的线路啊。啊，这是跳广场舞的，一会儿估计又得禁音了，不然要给我版权警告啊。哎，这个就是它杨家坪环岛啊。这个杨家坪以前是它这个区域中心的位置啊。然后这块现在就是这边这老太太的广场舞，大概有5、6个音响一块儿在放这个音乐啊。这作为一个曾经的一线 DJ， 我非常没法忍受啊。就很多个鼓没有对齐放在一块儿，就是啪嗒啪嗒这种声儿，在 DJ 行业叫跑，最基础的错误叫跑马啊。然后就巨他妈吵，你知道吗？就一堆鼓，然后一堆这个低音，因为中高音已经摔了嘛，然后低音在这个打在这耳朵上的感觉啊。群魔乱舞的感觉，看没有？然后我就是从这个谢家湾那边过来的，刚才一路走过来的，就是也挺不一样的感觉，是吧？估计年轻人应该都去这个谢家湾了。大家看这儿有一个九龙坡的 logo 啊，我在电厂那期，对吧？也给大家照过居民楼上这个九龙坡的 logo， 它应该是一个九，类似于一个龙头的感觉啊，就是一个拟人化、拟龙化的设计啊，我操！
然后呢，这个就是大概杨家坪的感觉啊，我就不具体看了。你明显看这楼的风格，对吧？大家也知道，那肯定是当年也是非常繁华的地方。然后大家知道2号线这个，也就是重庆最早这条其实这是当年的重庆观光线路啊，这个日本对吧给建的，这非常日系的感觉啊。它串联的这些站点，无论是这个解放碑对吧，重庆的最市中心的，然后杨家坪对吧，这是当时九龙坡的最热的地儿。然后巴南鱼洞这个我也拍了，就是它串了整个它那个当年重庆最热的区域啊，在它00几年的时候。重庆最热的区域，大家这样就可以理解了。类似于，比如说大家可以看，比如说北京的这个1号线，北京1号线它现在是这个当年的1线和它现在拆了，就是最早北京地铁是1线和环线啊，咱就按这么说吧，就是北京地铁1号线串的地儿呢，基本也就是当年那个时期，就是北京最重要的，对吧？长安街这个东西这条线路上，比如说石景山，因为那会儿石景山还很繁华，还很繁荣，对吧？仔细看这个区呢，如果你多看看它居民楼啊，其实这边的居住密度也特别高啊，而且这边也都是这种高层住宅也特别多，而且你能看到这边很早以前就有这种高层住宅了，对吧？因为刚才说这边是它的这个区域中心嘛，然后这个区域肯定也不会像南岸什么宫贸那边落寞那么狠，因为第一是这边有2号线环线、18号线这个地铁线路在这儿，这是现在这个社会繁荣与否最重要的就是轨道嘛，对吧？然后呢，它的这个谢家湾和杨家坪，它2个商圈组成一块儿，就确实比较牛逼啊，确实比较 bug 级别的存在。就你看这个商圈，明显看的是这个中老年人的感觉啊，那个商圈年轻人比较多一点，有年轻人约会的这感觉，所以说挺有意思的。好了，各位，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快要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3连关注 ，YouTube 点赞订阅。同时，我的视频在几乎国内和国外平台都有发布，B 站、西瓜视频、抖音、TikTok、YouTube。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给我其他平台点关注，在 YouTube 上再帮我看一遍，帮我刷一下观看时长，让我有更多的收入，可以来继续创作视频。同时呢，就像我在前几期视频所说，我将在2月28号离开重庆。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我拍的，也可以私信或者评论区告诉我。如果这个地方我来过，我生活过，我就会拍。如果我的确一次都没来过，我可能就不拍了，因为毕竟这是我要拍一个自己个人的生活微纪录片嘛，对吧？所以感谢大家支持，拜拜。